狂砸了100万美金啊！100万美金的美刀的现金在美国，却沦为了三等公民。我就想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亲身的经历，我亲身的感受。首先呢，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是怎么移民到美国的。那我呢是通过投资移民，就是 EB5那个项目来到美国。我是2015年做的这个投的这个这个 EB5 呢，当时呢是50万美金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砸100万美金啊，那当时50万美金，先慢慢听我说啊，当时的50万美金呢，到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投资移民的这个项目啊已经涨价了，涨到80万美金了，从50万美金涨到80万美金。现在你要做这1B5项目就是80万美金，所以我的这个当初投的这个50万美金的这现金啊，这个50万美刀就已经咱说贬值吧，这钱已经到了80万美金了，再加上一些什么律师费呀，来美国呀，这个买房、租房、买房，然后这个买车，然后什么律师费，然后苛捐杂税，一切上来，那都是绝对是超了100万美金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聊这事儿啊，100万美金，这个我知道很多人啊，这个移民到美国，他们有不同的方式啊，有的是这个打工啊留下来，有的是这个留学之后找工作留下来，当然还有呢是非法移民啊，这样留下来。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到底适不适合你？适不适合你住在这里边？那今天我通过我的这个移民啊，我想跟大家聊一聊，砸100万美金到这儿，100万美金能干什么？首先啊，100万美金可以买3到4辆兰博基尼跑车，现在，或者是一栋豪宅，或者是去这个常青藤名校，什么哈佛、耶鲁可劲儿的读书。但是我砸了100万美金在美国呢，却沦为了3等公民。这事儿呢，毫不夸张的说，是真事儿，因为这个是我个人的亲身的经历。首先呢，你不要这个在这儿说你这个怎么你肯定是这个不适应美国的文化什么什么。如果你没有砸100万美金，你有没有资格来跟我评论这儿？起码你得100万美金起步，给了美国100万美刀现金起步，咱们再来聊这个事情。好，那么像我这种样的，这个砸这么多钱给美国创造就业机会，但是呢，大家也要记住啊，我并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好处啊，我这个钱扔出去了，也没有任何的回报，没有任何的这个什么利息都没有。换来的是什么？换来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这个移民的等待期。你想2015年做的，到现在快2025年了，将近10年，我这才刚刚这个有点消息才合法正式的可以在美国生活工作。但是呢，这10年时间，你的钱出去了，10年你可以做很多投资你可以干很多的事情但是这个钱你是被美国他们给牢牢的锁住了没有任何的回报，干拿你的钱，他们去弄你的钱。但是呢，这个和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漫长等待期这个是感觉是非常不公平的。为什么？因为你帮助了美国社会，你做出了贡献，创造了就业机会，你帮助他们经济，但是你却没有得到任何的这个好处。你这个快点是不是你让这些这个投资移民的人快一点拿到绿卡，快一点进入美国根本没有一样和这个普通人一样排队，甚至呢可能还要比非法移民要慢一点，还要慢。
非法移民进来很快就好多这个什么手续都拿到了，但是合法移民你们记住，尤其像我这种投资移民啊，砸了这么多钱的，做这么多贡献的，居然还沦落到这一步，你说是不是？这个成了3等的公民。还有一点啊，就是你这个钱放在那里边，什么时候回来？很长很长时间。我现在已经等了10年了，可能也总共要15年，你才能把你的钱完全拿回来。15年之后，50万美金，15年之后会是什么样？可能这个贬值贬得很厉害，也没有什么价值了。这就是你辛辛苦苦帮助美国创业，帮助美国就业找工作，就成这样。你来到这里边也没有什么优待，没有什么优惠。你要说像移民什么欧洲啊，它起码还快啊，加拿大、澳大利亚1-2年是吧？最多就过去了，是吧？你这个没有，换来的呢，还是要政府呢盯着你的税务，报你的税，查你的这个海外资产啊，一大堆的这种这个调查啊，再加上现在中美关系啊非常的差，中美关系非常差呢，人人都防着你啊，你作为华人来到了美国，不仅是这个老美防着你，哎，你这个什么像那个亚裔里边，什么印度裔啊、越南裔啊，都防着你，跟防间谍一样。所以你说说，这个来了这里边啊，也没有什么都没落着。那这个你说这个什么医疗啊、教育啊，现在正好又是美国的经济的一个，怎么说呢？我可以说，应该说是美国经济的一个，这个很艰难的一个时间点啊，包括这个现在世界上这么多战争啊，俄乌战争啊，以色列什么这个战争啊，美国大笔往外撒钱，通货膨胀，美国物价飞涨，是吧？然后你会发现，你一下从国内的很优越的啊这个环境里边，到这儿突然成了一个3等的一个居民，成了一个3等的居民。当然了，这个有人说啊，那你这个美国是不是还有这个什么医疗啊，什么好啊什么的，空气什么好啊？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变相的说吧，说你要是过来啊，这个真正的想吃福利的啊，对他们来说倒是好。但是像我们这种投资移民过来的啊，你说像非法移民啊，他这个光脚不怕穿鞋的，是不是？他们什么都没有了，他们都过来打黑工啊，说什么？他们什么都没有，他们干政啊，他们是干政啊。我们是什么？我们过来我们这个不可能是过来吃福利呀，是不是？这都盯着你呢。你投资移民过来，你能过来吃福利吗？啊，你能过来吃福利？你能过来什么打黑工吗？你不可能啊！他就是干花你的钱嘛，是不是？就干要你的钱嘛，看你有钱干要你的钱，是不是？啊，这全靠我们。你这边过来租房买房，你说当地人有钱吗？当地人这紧巴巴日子，这是现在通货膨胀，连美国快餐都吃不起，是不是？啊，非法移民那个黑工过来，他肯花吗？他肯花费吗？花费个屁呀！这帮人，他们也就是打黑工赚钱，然后把钱寄回国。像我们这种才是真正的刺激经济、高消费啊，消费花钱，这样却沦为了3等公民。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不得不说的啊，今天的这么一个不吐不快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100万美金啊，这已经就是
现在就没有影了，没有影子了。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是不是？不知道说什么时候回来。而且你还要小心啊，在美国啊，这个法律那么多，税啊那个那么多啊，这个到处在盯着你。尤其中美关系不好啊，你这个华人做生意反正也是寸步难行。当然了，现在这个美国那个通货膨胀啊，这个好多这个华人都消失了，是不是？我给大家放一个视频，你们那个看一看。那么这个视频呢，就是我呢最近在那个迪士尼，这个奥兰多这个迪士尼这边去这个熊猫快餐吃了顿饭啊，我就发现这里边啊，这个熊猫快餐啊，现在非常的火，里边全是美国人啊，全是美国人在里面吃，大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还是在迪士尼附近，这是旅游区啊，旅游区应该是这个游客非常多。这个很多人都没有见到亚洲脸，别说华人了，亚洲脸都没有。为什么？没有钱了，华人没有钱过来。现在来华人有几个都是过来吃的啊？你让他们去这种地方消费啊？不可能。这种按这熊猫快餐，你说这个$15，这个吃一顿熊猫快餐啊，起码能吃饱。这是为什么美国人现在开始到熊猫快餐吃饭？他们发现啊，麦当劳像这个传统的这个快餐店，它已经不是快餐了，那不便宜了，$15吃完之后根本不觉得饱。像什么肯德基啊、麦当劳，你点一份15块钱套餐根本不觉得饱。吃中餐呢有一个好处，能饱，是吧？这个米饭、面条吃进去能撑肚子，还有那什么那个汤啊，可以撑肚子。所以这个是。我看全都是老美，华人去哪儿了？亚洲人去哪儿了？都在家里做饭啊，都躲在家里做饭。现在这个出去给小费也是给小费给的厉害。这个你坐在那儿吃啊，一定要给小费啊。你$15你吃一顿饭是吧？你坐这儿吃，你小费也得起码给个$5吧，是吧？所以一共下来$20是吧？你是出去吃一顿饭，所以基本上看不到亚洲人，看不到华人，没有，他们已经不在了。以前呢，最鼎盛的是这中美关系比较好的时候，华人是这个主要是国内的旅游团，还有那些什么访问学者。2010几年、11年、12年那会儿最火，就是这个为什么？因为那会儿大学给钱，给这些老师钱啊，现在没了，没钱了，你就会发现中国人啊，没有一个肯花这个自己钱的，全是吃了别人的，全是吃别人的。现在你会发现，突然没了，消失了，华人消失了，华人消失了。我现在就成了稀有动物，在外边吃饭。然后在外边这个玩，然后还看我说，哎，有个亚洲脸，看着都，就即使是在奥兰多这种大的这个城市啊，这个迪士尼这边，这个很多的这种旅游行业的，哎，他看着亚洲人的脸都感觉很新鲜。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告诉你们，你们要想移民，你们要考虑好你们是什么样的移民，什么样的啊？你们真的想不想过来这个生活啊？这个你居住，所以这个呢，就是我的亲身的啊，这是我亲身的感受。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不会这么说，不会来公开来说自己的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今天告诉你，我砸了$100万，在美国。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来不来美国你们自己看着办。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啊！如果你喜欢，不要忘记点赞、订阅。好，我们下次再见。